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欢迎大家多多的表达您的观点与意见，跟我们互动交流一下。好，来欢迎今天的3位来宾。首先是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蔡喜勋老师。大家好，我是蔡喜勋。好，另外是前大使资深外交官邱文基大使。何荣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还有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教兄。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都知道，美以伊这场军事冲突呢，从2月28号开始以来呢，到今天3月28号，1个月了，还没有结束。现在外界最关心的就是，到底这场战争要什么时候结束，以及它会如何结束。美国总统川普在3月26号，针对目前的最新局势啊，他又有一个最新的说法。他说呢，应伊朗的要求，将重新打开荷姆兹海峡的最后通牒时限，延长到美国当地的时间4月6号这一天。在这一天之前呢，美国不会对伊朗的发电厂这些相关设施来发动攻击，但立刻遭到伊朗方面的否认了，说没有要求美国暂停攻击这件事情。而另一方面呢，美国国务卿 Rubio 3月27号在法国参加 G7 外长会议时呢，向欧洲的盟友表示，对伊朗的战争还会持续1个月，而美军可以在不派出地面部队的状态下完成战争目标。可是《华尔街日报》呢，却又报道说，美国的这个五角大厦正打算加派上万名的地面部队，包括现在我们所知道的2栖作战部队，还有第82空降师等等，前往中东地区，让川普在和伊朗谈判的时候有更多的军事选项可以运用，也就是呢，拿军事力量作为他的后盾，那到时候跟伊朗谈判呢，增加对伊朗谈判的压力。不过伊朗方面也听到了，他们说我们准备好了，100万大军等着美军来。先来看一下，这是《工商时报》他们整理出来的，包括了现在对峙的美国、伊朗跟以色列。现在大家也在看的是中国大陆的角色是如何。美国方面刚才也听到了不断的强调说，已经进入到最后阶段了，也敦促团队要坚守川普呢公开提出的说4到6周一定要结束这场战争。另外呢，不断的强调说是伊朗非常渴望达成协议好，但是伊朗说没有这回事，而且呢，现在呢也针对美方所提出，在这个礼拜我们知道他们提出了15点的和平提案。但是呢，伊朗立刻就提出了抛出这个结束战争的5个条件。其实坦白讲，你详细看你就会发现，其实双方根本谈不拢的。好，以色列这边呢，则是强调说，任何协议都能够让以色列保留先发制人的攻击选项。中国大陆呢，则是由外长对外表示说，美伊双方现在都在释放一个谈判的讯息，出现了一线和平的曙光。我们特别来进一步看伊朗方面提出的5个因为在美国提出了15项的这个和平说要谈判的条件之后呢，伊朗方面立刻就提出了5点第一个，彻底停止侵略跟暗杀，还有呢，具体要确保不会再发生战争，也就是要永久停战。第3呢，就是一定要赔偿。再来就是要结束所有的领域，以及对中东所有相关反抗团体的，也就是代理人，你不要去找他们麻烦。第5个呢，就是国际社会必须要承认并且保障对荷姆兹海峡行使管辖权。意思是伊朗说，我必须要拥有荷姆兹海峡的这个控制主权。好，那现在呢，听到川普这边呢，你可以发现他真的是说法一变再变改来改去，现在又突然自行宣布说，对伊朗的这个攻击的最后通牒就是压到4月6号这一天。4月5号，大家知道在美国这边要欢庆的是复活节所以压在这一天背后到底有什么策略？所以我请教大使您觉得现在不管是美国也好，伊朗也好，其实双方都很想谈，是这样子吗？我想比较想谈的应该是川普。要不然他已经taco2次了，48小时变加5天，对，5天现在又多加10天，那他也没有把战争增高，因为这个基本上他如果真的就他所警告的，你不谈我就要打你的电厂跟你的能源设施的话，那这个战争就进入一个新的高度，就态势有拉起来，感觉好像要增加，但是没有实际的行动。那这个就证明他是恐吓。而且现在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伊朗对于美方特别是对川普
已经是不太信任了，就一被骗再被骗。然后呢，最终的目标如果真的是要进到谈判的话，接下来要怎么谈呢？因为川普只考虑到伊朗要接受他的条件，对，他没考虑到伊朗也要他接受伊朗的条件。所以我觉得现在卡在美国要接不接受伊朗的条件。川普的条件已经一直在放宽了，川普他说这场战争他已经胜利了，对，他说展开谈判，他说有10个，如果这个谈判的要求清单上有10项的话，他说前3项都只有一个，就是放弃核武。伊朗只要放弃核武，基本上就达成了。对，因为他过去说我要把你的这个导弹摧毁，我要把你的核武摧毁，都没有达到啊。所以现在川普是战场上打不出结果，所以呢要到谈判桌上去找一个结果。那通常我们这个在我们从历史的教训啊，战场上拿不到的，你的谈判桌上是拿不到的。那现在那伊朗已经看准美国是不敢随便升高这个战事，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所以伊朗的姿态很强硬，让川普现在是骑虎难下。对，现在就是在看说美方接下来的动作会不会真的派出地面部队哈？这个是不惜牺牲任何的代价吗？真的是如此吗？因为伊朗的国家通讯社啊，就是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伊朗政府也放话了。说已经组织了上百万名的战斗人员，包括他们的正规军还有民兵，准备投入地面作战。那最近呢，还看到有大批的伊朗青年呢，纷纷向伊朗民兵组织巴斯基以及呢伊朗的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表达说要参与作战的意愿。伊朗军方也宣称，他们说呢，美国想要用自杀式的战术来强行开放荷姆兹海峡，而伊朗也准备好了应对他们的自杀式战略，就是要达到最后的目的，让荷姆兹海峡维持关闭的状态。不过我们也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最死忠的人数大概算了一下，也差不多10万人而已啊。究竟现在伊朗讲的这个100万大军是从何而来？好，他当然现在100万大军包含他现在手边所有能够动员的人力加总起来，但其实即便是真的能够动员到100万大军，哈，我个人认为这次的这个地面部队地面作战呢，要能够打起来几率并不高。为什么？因为现在主要是美国能调动的部队数量非常有限。因为你看，我们如果说从这个过去几次啊，包含1991年第一次波湾战争跟2003年第2次波湾战争，美国光是应付一个伊拉克，它集中的部队的数量就远超过今天的这个部队的这个数量。然后而且当然不可否认，当初打伊拉克的时候，前面一段的时间的打到这个巴格达推翻海珊政府的这个进度是非常成功的。但是我说你今天你要打伊朗，你在这个波斯湾你进行登陆，你要打到德黑兰，路程非常遥远路程非常遥远。其一好，那再加上你美军的这个地面部队准备不足，那美军如果说好，我现在基本上我只为了要打通好这个荷姆兹海峡，所以我把周边几个岛啊占了。如果说他的兵力要说今天占到这个波斯湾上的关键岛屿，然后以及荷姆兹海峡关键岛屿办得到，但问题他占了以后，他会形成一个腹背受敌的态势。这些部队上去了之后，会时时刻刻在伊朗的这个各种的这个射程的武器的袭扰之内，而且更不要说你今天你如果攻占之后，伊朗的这个部队还有负隅顽抗的，垂死跟你抵抗的。再加上从这一段期间，我们看到伊朗它整个在军事指挥上来说，它的去中心化显然做得不错。所谓去中心化做得不错，就是当它的这些高层接二连三的遭到美军的猎杀之后，然后他还能够持续发动这个反击。当然有很多这个美国的朋友说反击的这个力道小很多啊，你看现在跟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减少了90%，的确是减少90%。但是等到当你部队登陆如果你真的要打地面战，你部队登陆你夺取一些岛屿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必须要去思考对方可能会对你的反击，那这个反击会造成你人命的那个持续丧失。那也就是说，其实如果发动了地面作战的话，它就必须是要至少一段时间的，并不是像是到委内瑞拉带了人就走的。对，的确川普他在这次的事，我记得大概1个月前，我们他刚开始发动行动的时候，我那时候就讲美军的这一次的军事力量准备的非常不充分。为什么？因为从调集的这个空中的这个部队的数量，然后以及这个海上的这个舰艇的数目来看，似乎都在的显示美军的准备不充分。而且你可以从他打到现在3个多礼拜的这样一个情况来看的话，美军
军他当初的这个战术指导，你虽然说可以说因为他依赖他的高科技武器啊，在战场上的表现非常优异，但是整体来说他缺乏一个战略指导。也就是说，我今天我这个仗开始打，我要怎么结束？你有没有想过你要怎么结束这场冲突？然后你就去感觉上边打边调整。对对对，现在看到情况就是边打边调人，所以就一直发生 tackle 这种事情嘛，对不对？但如果说今天他当初是有所准备，甚至于已经这个处心积虑，真的要把这个伊朗这个神权统治的这个政权给赶下台的话，他不应该是那样草草就是开动。而且呢，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现在显然对于就是如果要不要发动地面战争，显然还是处在一个模棱两可，甚至举棋不定的阶段。因为波斯湾或者说是荷姆兹海峡被封锁了。导致这个美国想要逼的伊朗重新开放这个荷姆兹海峡，但是对于伊朗来说，我现在手边有100万地面大军，你只要不敢来登陆，你基本上来说，你要能够开通荷姆兹海峡，根本是不可能的事。要开通荷姆兹海峡很简单，只有政治解决，那个只有政治才有办法解决的问题。美国就算用了军力，能够占到波斯湾那个荷姆兹海峡北岸的这些据点，但是你也没有办法保证能够彻底的扩清这些据点。你一旦进去，一旦占领，你就要开始陷入跟当初伊拉克一样旷日费时，而且损失人力非常多的那样的绥靖作战。因为你今天你的想法不是说要整个战线的推进，然后把他这个德黑兰首都攻下，然后把这个神权政权彻底推翻，而是如果说你今天的兵力只够做这些事情，只够在荷姆兹海峡周边占领一些据点，那个据点你一旦占领以后，那反而会是成为美国噩梦的开始。所以变成现在川普最担心的就是。虽然态势上面感觉说我要发动这个地面部队不惜一战，但是呢迟迟没有动作，就是怕说万一像刚刚孝瑋所提到的，深陷到这个以前这个过去经验战争的泥淖中没有办法自拔怎么办？好，刚刚提到说荷姆兹海峡的重新开放。现在就看到实质控制权还是在伊朗的手上那当然，这时候大家也在讨论是日本的角色因为共同社就报道说，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最近。有说川普先前呢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见面的时候呢，希望日本派出号称拥有全球最强扫雷能力的自卫队，这个扫海队群，希望能够来帮忙恢复荷姆兹海峡重新的开放通航。那高市早苗呢，则是告诉川普说有些事情日本可以做，有些事情日本不能做，这暗示着呢自卫队的行动是受到日本和平宪法的限制。不过，茂木敏充也表示在美伊达成停火以后，日本方面就有可能派遣自卫队去参与扫雷的工作。所以，香港巴士底报分析说，日本将扫雷舰队派到海外执行扫雷任务这很可能会成为自卫队突破海外派兵限制的一个借口。所以，问题来了，在停火之前，照高市早苗目前的说法，日本自卫队的扫海队群应该是不会有任何动作的吧？应该是不能够出去的，因为高市早苗在见川普的时候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虽然说川普底下的人他应该是在联合国的大使曾经讲过，日本会派出去。那日本的话，他是做一个否认，而且是在国会的时候，他也会去做咨询，到底我们自卫队会不会派出去？不管是高市早苗或是小泉防卫大臣，他一再会讲，现阶段我们没有要派出去。为什么没有派出去？因为现在还是在一个叫做战斗的状况之下，他们不讲战争，他讲叫战斗，因为战争跟战斗有点不一样。战争的话是战争要有一个结束，而战斗的话持续的情况，他们是不会派出去。意思就是说，日本也不愿意被卷入这场战事。不会，应该是不会。不过，如果说这一场战斗已经是告一段落结束，已经没有在所谓的火炮了、飞弹射来射去的话，假如在这个海峡上面还有一些水雷，日本应该是会派出去的。那为什么会派出去？因为水雷基本上会有分为3种，第一个是漂浮在海面上面，第二个是挂在海底里面，然后一条线拉上，大概是在水中间的一个情况。第3种是在水底面，那水底面的话，就是我们看到像是声音或是一个那个震动，然后它就会去引爆。那日本的话，事实上在这一方面确实是非常的强，那非常强。战力到底有多强战力应该是世界顶尖的。那说顶尖的原因是来自于2战，因为2战嘛，2战结束之后的话，日本自己也放了很多的水雷，自己也放了55000颗。他对放水雷跟扫水雷才会这么有经验。他们自己也放了55000颗，你总是要清啊。那美国那时候也放了11000颗，总共加起来是66000颗啊。你放在你们家附近，你自己总是要去扫，所以他这个技术有留下。然后又会牵扯到韩战，因为那时候的北韩就跟苏联用了应该是4000颗。那4000颗的话，你放上去之后，美军不能够上岸，它也就情
请日本，那时候虽然不叫做海上自卫队，但是它的前身就是警卫队的感觉，他还是去帮他扫。那一扫之后的话，所以日本的技术在这一块它是有一贯下来。蔡老师，现在日本的说法是说，等到战事结束。战斗没有了，谈判了以后，然后战事结束了以后，我们再出动扫雷的这些水舰去。对，因为现在的情况还没有到日本存立危机事态，没有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存亡危机。即便美方给日本压力，也不为所动吗？不会动，不会动。为什么？因为他在国会一直在问这一个问题。川普呢，事实上有讲7次 step up。他们也去问他什么叫做 step up。step up 的话，可能要是我们两个国家的话，会合作会更紧密啦，日美同盟更紧密啦。当然，我们也猜出可能川普需要我们去派，但是川普也不敢开口说你就派，他也没有明讲。那在法律上面，日本他也跟他讲，我们有些可以做，有些是不可以做。我们已经跟你讲得非常的清楚了，现阶段还在战斗之下，他是不会派出去，也不可以派出去。所以我们看日本现在这个角色其实蛮尴尬的哈，夹在这个美国的压力之下，但是呢，他也必须考量伊朗方面，如果他真的派出了扫雷舰，可是呢，这样不是就等于是进到了伊朗所谓的在我的敌对国家，也就是美国的行列啊，这个部分可能日本也必须要谨慎作为。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